过去20年，为什么很多人炒房啊？你问他呢，他就会告诉你，房子非常赚钱，能够实现财务自由，对吧？在整个房产市场当中呢，有几个群体是占主导地位的。第一呢，就是开发商；第二就是银行；第三就是地方政府；第四就是我们老百姓。那这所有的群体在一起呢，形成了房地产的闭环。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一点，开发商应该说是赚钱的行业，但是现在开发商也开始爆雷了啊，也开始资不抵债了，随时呢有倒闭的风险。银行呢也经常听到破产的消息，老百姓那更不用说了，买房子对吧，有负债，这年头呢，你出去说你没有房贷，你都不好意思跟别人打招呼。那还有呢，地方政府也欠着钱。那按这个逻辑来讲是讲不通的呀。整个房地产市场呢发展了20年，给我们经济做了巨大的贡献，也影响了80%的其他行业。按正常来讲呢，这个房地产应该是很赚钱的，但是在这房地产的所有环节当中，每个人每个群体都在欠钱。那么问题来了，钱上哪儿去了呢？今天我们就这个问题来进行讨论一下。如果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呢，都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互动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分开来讲。首先来讲开发商为什么会欠债？按正常的逻辑呢，开发商拿地虽然说有成本，但是呢，他可以向银行呢进行借债啊。但核实了其中的成本以后呢，当他卖的这个价格出来以后呢，如果一个小区全部售完，那他肯定是赚钱的。但是为什么现在很多大的有实力的开发商仍然在进行破产？就是因为人心不足蛇吞象，很多开发商就不满足于自己去拿1块地2块地，而是疯狂的在全国大量的囤土地，即使不建房子也要先把土地拿下来。那拿土地的同时呢，就造成了这个成本的增加，还有呢还着银行的利息，老百姓买房子的款项呢根本经不起开发商花，那开发商呢就会疯狂的拿地抵押，再找银行借款。3道红线一来，很多开发商懵逼了，怎么办？马上就要破产了，马上就要资不抵债了，所以窟窿越堵越大。这就是开发商过去20年为什么明明很赚钱却欠了一屁股的债。那我们再来说银行为什么会倒闭？银行倒闭呢，其实说白了就是金融风险过大，因为银行呢要给各个方面的群体去进行贷款，要给我们老百姓进行贷款，对吧？要给开发商进行贷款，要给城市的实体企业进行贷款，还要呢给这个地方政府进行贷款，同时呢盈利的钱以后呢还要用作别的投资来赚取更多的钱。但是呢，在房地产市场当中可能会存在很多坏账，一是开发商资不抵债直接跑了，留下了大量的烂尾楼给银行无力偿还，这是呢一部分风险。再有很多老百姓买了房子，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弃房断供，形成了大量的坏账，这些房子呢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都卖不出去，参考我们现在法拍房的数量你就知道了。还有呢，很多实体也同样贷了款以后，它并不用于企业的发展，而是呢用于炒房，结果窟窿越来越大。那么你可以想象一下，银行的坏账并不少，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一直在强调要控制金融风险，不管是对老百姓也好，还是呢对这个开发商来讲，都是一种保护，要把风险呢降到最低。因为一旦出现了这种风险，那是所有人呢都承受不起的，是一个灾难的变化。那我们再来说地方政府，很多人说地方政府怎么会欠钱呢？一方面它可以呢向企业收税，另外一方面呢还在卖土地，那么这个财政收入应该是很高的呢。但是呢你不知道一点，城市要发展，要修路，要用于乡村建设，要对城市的公务员负责，要对社会的公共福利负责，那这一切呢都是需要钱的。虽然说土地财政占了大头，但是呢很多时候很多3、4线城市，包括呢一些潜力不大的城市，他们的收入是有限的，也就呢导致到年年向银行借钱，借了钱以后呢又用于各项的建设，那不一定呢每一年都会有人来这里投资，也不一定呢你每一年这个城市的人口都是净流入，也不一定呢每一年这个城市的企业都在增加，所以说呢收入减少了，那么欠的钱多了，所以地方政府呢也会在欠钱。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老百姓买房子用的贷款太正常了，为什么会欠款？就是因为我们拿未来在赌明天，我们相信房地产，所以提前找银行借了钱，花了30年的时间去还房贷。变相的来讲呢，就是说我们把未来30年所挣的钱到现在已经用了，
就导致到你负债，而且呢，这个风险是不可控的。那很多人不明白，说了这么多，这个钱流向哪里了？这个钱流向市场了，流向了我们现在的经济。很多人欠钱，很多人还在努力的挣钱。总之呢，你会发现一点，大家都欠钱，但是呢，经济却在不断的增高，就是因为钱在市场上运转起来了。每个人都可能获得一部分钱，但是获得这部分钱都是暂时的，前提就是说我们要拿劳动去换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剩余价值。不知道呢，大家还有没有什么想说的？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呢就讲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